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刚刚官方发布了更新公告，在说更新公告之前呢，先说一下这个新的阵型。因为在国服的玩家似乎是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的，那在国际服全部玩家都已经看到了。这个新的阵型叫偃月阵。那各位听到偃月呢，就会想到关羽的那一把刀青龙偃月刀。就是因为这个阵型的名称关系就有不少玩家在猜测说，会不会新的步兵统帅跟关羽有关系。不过我觉得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推出一个批化的关羽吧，因为关羽他本身就是一个传说级的统帅，去年的年度统帅又是步兵统帅，而且才刚推出朗纳而已，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关羽，除非是说他们直接跳过年度统帅，直接把关羽设计成批化的关羽，然后用重击伤害的。那么这个阵型的加成呢，是重击伤害提升 10%。这个 10% 的提升，甚至是比起之前的拱形阵、斜形阵还有更高的争议。以数值来说，正常玩家应该都会选择新的偃月阵吧。不过也因为这个阵型的属性，就变成说这个阵型只能让步兵统帅使用而已。不过对于现在玩家来说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，只是需要把原本的拱形阵步兵，然后转换去偃月阵的步兵就行了。不过各位听到我这样子说，应该也不难猜测到，官方就算是转换了新的阵型，推出了新的阵型，虽然玩家的反感不会这么大，就是不会觉得说又要骗我们去买军器礼包，但依然还是有一些玩家需要去买转换石，不过只是部分的玩家而已啦，如果你有使用到的话。然后现在来说明一下新的更新公告内容说了什么东西。这一次的活动是复活节活动，由于上一次才刚结束了7000宝石的活动，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就是哈利波特转盘，也会有作战演习需要去挑战洛哈，三方问鼎也是同时出现了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，这一次推出的活动呢，其实跟愚人节的影片有一点关系。解散轮盘就是用哈利波特转盘，新的 KVK 界面就用到三方问鼎的界面，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，算是官方之前给了一点点预告吧。接着登峰造极也是来了，不过跟各位说一下，其实登峰造极应该要在3月出现的，但是因为设计的关系，所以延迟了1个月。不过今天没有公布新的登峰造极造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啦，我希望他们真的会改得比较好看一点。要有邪乐也是回来了，不过不懂他这一次的规则是怎么样的，能不能够再去买礼包然后换成宝石呢？但是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下面的这一排字，本活动可选择的统帅不包括白起和德川家康。Oh my god， 他们已经自己泄露了新的统帅消息，新的步兵统帅就是白起跟德川家康啦。但是我去看了英文版本呢，官方是没有提到这2位统帅的，也就等于说他们这一次犯了失误，不小心把这2位统帅的秘密泄露出来了。又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因为国服他们推出统帅的时间是比国际服还要快2个星期的，所以他们先放出了一些消息。那有一些外国玩家可能不知道白起是谁，白起就是中国的战神，他参与过75场战争，从来没有失败过，而且他除了是战神之外，也是杀神，杀人无数。所以我也是很期待白起的出现啊，不过可惜他是在步兵啊，如果是在骑兵的话就好了。至于德川家康，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啊，就是日本战国时期活到最后的男人。他的部下就是赫赫有名的本多忠胜，已经在万国觉醒里面了。所以我很好奇啊，如果德川家康出现了之后，他跟本多忠胜搭配在一起的话，会不会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技能之类的？至于这2位统帅的定位，我觉得白起在野战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，毕竟他是将军嘛，要出征杀敌。德川家康他是主攻级别的，所以一般不会亲自去下战场，都是负责指挥之类的，所以很大可能德川家康就是这一次的新驻防统帅。这各位知道了这2位统帅的消息之后有什么想法呢？下一个部分，失落之地相关优化，正副赛季剧本精兵伐谋优化。那其实我另外一个账号在玩着这个地图啊，但是因为我拿了休假券，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去体验这个地图。这一次的优化是在推出了军团之后，兵种专精技能不会再被清除，同时专精技能的剩余次数和冷却时间将会被冻结。当进入满足兵种精进条件的军团后，专精技能冻结状态将被恢复。接着失落之地峡谷商店优化，暗夜永生图纸碎片更换回自选图纸碎片宝箱。你们知道我等那个更新等了多久吗？至少等了2-3年了，这个更新也等得太久了吧。西奥的图纸碎片也会更换为自选图纸碎片宝箱。那这边的优化时间是国服的时间，国际服将会在4月10日更新。下个部分活动相关优化，卡鲁拉克试炼优化，
活动中的5个仪式难度调整为4个，也就是说之后可能就没有地狱模式了吗？将每个难度仪式中的30个等级挑战调整为15个。那么这边跟各位讲一下，又要用英文版本来跟大家解释了。这里所谓的卡鲁拉克呢，其实就是水晶版本的卡鲁拉克。因为你们看英文版那边呢，它是写 Khal Kharak。如果是一般的卡鲁拉克呢，它是有50个等级的，而不是30个等级，而且它的英文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才是官方公告里面所提到的卡鲁拉克 Khal Kharak。也就是说，之后的水晶版本卡鲁拉克只有4个难度，然后30个等级会变成15个等级。困难和噩梦的难度开放时间也是调整了，那希望它是在黄庭之前开放了，而不是黄庭之后。下一个更新，神兵珍宝活动优化。征服赛季新开启的核心奖励包含武器和饰品装备的神兵珍宝活动中，可选的核心奖励将增加永夜之辉的装备，这个就是蓝色的项链，技能伤害提升 5%。 自定义埃及之战优化，将自定义房间的指挥数量增加5名。其他优化，军器回收界面新增了按照获取时间进行排序的排序方式，同时新增了洗练次数的显示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增加是必要的，因为有时候要回收一些军器啊，而且是你刚刚不小心忘记回收的。但现在的回收系统呢，它就是有一个默认的排序方式，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去回收掉你刚刚所抽取到的一些军器。在更新之后增加这个功能，可以更方便我们去操作。第二点，补充了部分统帅攻略，同时也解决了部分统帅无法被筛选的问题。第三点，执政官可以在设置界面检查更新，这个就有一点像原神那样子啊，可以在设置那边更新。增加了联盟稀有礼物1件领取，您最多可以1件领取10个联盟稀有礼物这个就是那时我们去越南开会的时候酒吧有提到的，因为在960真的有太多箱子要领取了，所以他们增加了这个功能，可以10个箱子去领取，至少我们不用一个一个去点了吧，一个一个去点击很辛苦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虽然我这样子说起来有一点像在炫耀了，那确实是一天要点好几次箱子，你们也会崩溃的。补充了3义镇君士坦丁之章传说铭文天罗地网的冷却时间，不过他们只是调整文本而已啊，对该铭文的实际效果没有影响。修复了邪行镇潘提翁史诗专精铭文，狂战的效果能够被真实伤害触发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发现到，不懂哪一个玩家发现到，然后跟官方讲了。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。其实这一次的更新公告很无聊，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。但问题就是官方这边公布了新统帅到底是谁，而让大家感到非常意外。这个也算是提前跟大家告知了吧。所以各位对于新的统帅有什么猜测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